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强迫性思考者。当我告诉你，嘿，你的脑袋里有一个从不停止说话的声音，你也许会说什么声音，或者你会生气地否认。但这时候，那个否认的声音其实就是那个声音本身。脑海中的这个声音就像一个病毒，它占据了你的大脑，控制了你的生活。如果你放任不管，它会让你焦虑、抑郁，甚至把你逼上绝路。制作这支影片，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提高你的觉知，让那个烦人的声音闭嘴，帮你重新拿回人生的掌控权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艾克哈特·托勒 （Eckhart Tolle） 的经典神作《一个新世界：唤醒内在的力量》（A New Earth）。这是一本我会强迫我父母，甚至所有我爱的人都必须去读的书。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。我的使命很简单，将晦涩难懂的个人理财、自我成长与效率提升等书籍拆解成你每天都能用的实战策略。我相信书中的每一份智慧都能成为你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个渴望不断学习与成长的知识爱好者，请加入我们的学习社群，点击订阅。我们每周都会带来3期高质量的书籍分享，让你轻松实现自我提升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深呼吸，一起进入这本《一个新世界》的5个核心教训。教训1：你是谁？那个声音不是你。首先，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并不是你。你也许会问，那我是谁？答案是，你是那个看见那个声音的人。大多数人过度认同脑袋里的念头，以为那些喋喋不休的想法就是自己。但现在，请停下来1秒钟，试着观察你的下一个想法是什么。当你开始观察你的想法，你会发现存在2个角色，一个是想法，另一个是观察想法的你。那个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，而另一个，那只是一个假装，是你拼命想说服你，它就是你的生物。教训2：人类最大的疾病，失控的机器。直到读了这本书，我才意识到，持续不断的思考是一种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学校应该把这本书列为必修课。我们人类学会了控制各种高科技机器，却从未学会控制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机器。我们的大脑想象一下，你有一辆法拉利，但你却把它交给一只猴子来开。这就是现状，我们把最强大的心智机器交给了失控的思维。书中有个故事很震撼，作者在火车上看到一个疯狂的女人，她看起来极度紧张，一直大声地自言自语，完全无视旁人。作者心想，天啊，希望我以后不会变成她那样。但他突然惊觉，其实他和那个女人只有一线之隔。那个女人把声音说出来了，而我们大多数人只是把声音关在脑子里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路人的心声广播出来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自言自语。那个疯女人的潜在情绪是愤怒，而我们可能是焦虑。本质上，我们都病了，只是程度不同。教训3：脑海中的声音是由什么组成的？认识小我。既然那个声音不是你，那它是什么？作者用了一个词，小我 ego。 小我是由认同构成的。看看刚学说话的小孩，他们没有我的概念，他们会说强尼饿了，这是强尼的玩具。但随着长大，强尼的玩具变成了我的玩具，这就是小我的诞生。我们开始认同身外之物，我的车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职位，我的学历。当这些东西被拿走时，我们会感到痛苦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一部分被拿走了，这就是小我在作祟。教训4：小我的8张面具。小我非常狡猾，它会戴上各种面具，渗透你的生活。这里有8个最常见的例子，看看你中了几个。1. 追求优越感。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个八卦时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快感？那是因为在那一瞬间，你知道得比对方多，小我感觉到了优越。2. 攀附名声。哦，我认识那个大老板，我叔叔在政府工作。当我们提到名人时，其实不是在介绍他们，而是在试图透过认识谁来膨胀那个虚构的自我。3. 角色扮演，特别是父母，这是最难察觉的。很多父母即使孩子40岁了，还在扮演控制者。他们潜意识里会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你好，其
其实是为了满足我的控制欲。我希望你成功，因为我没成功，我要透过你来体验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一旦你意识到这只是小我在运作，你就能对父母多一份宽容，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。4. 竞争与嫉妒。我不想帮他，因为他可能会比我红，这在 YouTube 圈子很常见。小我认为世界是匮乏的，别人的成功意味着我的失败，但事实上，小我越封闭，你就越难获得宇宙的帮助。5位养负面情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我们竟然喜欢生气，我们抓住怨恨不放。如果你能在那一刻意识到，天啊，我正在让自己痛苦，你就赢了。6. 匮乏心态。没人感激我，老板不给我加薪。如果你觉得世界亏欠你，试住先给予，给予赞美，给予帮助，你给出什么就会回收什么。7. 把疾病当身份。我是个忧郁症患者，我有这个病那个病。有些人的小我会依附在疾病上，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身份，一种被关注的理由。8. 抱怨与反应。这太离谱了，你怎么敢这样？抱怨能让小我感到强大，因为抱怨隐含着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没有什么比我是对的更能让小我爽翻天了。教训5. 解决方案，夺回控制权。听起来小我很可怕，别担心，你无法与黑暗战斗，你只需要打开灯。这里有3个实用的开灯方法。1. 观察思考者 Watch the thinker。 不要和小我辩论，只要看着他。当你发现自己在抱怨，在嫉妒时，对自己笑一笑，哈，小我又来了。当你意识到他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超越他了。2. 觉察呼吸。这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。作者曾说，与其参加各种昂贵的灵性课程，不如试试这个，觉察你的呼吸，持续1年，感受空气进出你的身体。哪怕只是一次有意识的呼吸，都能在绵延不断的思绪中切开一个缺口，让当下进来。3. 感受内在身体 Inner body。 现在试住闭上眼睛，或者不闭也可以。你能感觉到你的手是有生命力的吗？不要用脑袋去想，而是用感觉去感受手掌微微的刺痛感或能量感，这就是内在身体。养成习惯去感受它，这能把你锚定在当下，成为逃离小我监狱的出口。最后，我想聊聊我对这本书的2个保留意见，这也是我在阅读时遇到的障碍。第一，这本书真的不好读，有些章节非常抽象，我必须反复听有声书并对照文字才能理解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建议搭配有声书一起服用，效果会好很多。第二，宗教引用。作者引用了很多基督教或佛教的经典，虽然灵性是相通的，但我个人更偏好像 Joe Dispenza 那样用科学角度来解释。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偏好，这本书的核心智慧依然是无价的。这支影片的资讯量很大，但我相信它有改变生活的力量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，这对我没有任何成本，但能帮助演算法把这份觉知传递更多需要的人。你是能控制脑中声音的人，还是被它控制的人？我是阿冷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祝你有个活在当下的一天。